今天我们来聊聊咖啡的秘密。许多人都说适量喝咖啡有益健康，甚至能预防癌症。但如果喝错了，会不会反而对健康造成伤害，甚至增加致癌风险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哪5种人不适合喝咖啡，喝咖啡时千万不能搭配哪3种食物。另外，咖啡加上一样东西竟然能护肝抗发炎，放大健康功效。最后还有名医传授的5招正确喝咖啡的方法，让你既享受香醇又不伤身。咖啡爱好者们千万不要错过。首先，我们先从好消息开始。咖啡其实有许多经科学证实的健康益处。适量饮用咖啡不但不会增加多数癌症的风险，反而对某些癌症有保护作用。研究发现，每天喝2到3杯咖啡的人，罹患肝癌的风险大约是没喝咖啡者的1半。另外，常喝咖啡与乳癌、大肠癌以及某些皮肤癌的发生率较低。除了防癌之外，咖啡还被发现有预防第2型糖尿病、降低失智症风险的效果。名医刘伯仁指出，咖啡富含多酚等植化素，具有抗氧化、抗发炎的作用，可以保护肝脏、心脏血管，大幅降低脂肪肝与肝硬化的风险。另外，黑咖啡几乎不含热量，饭后来一杯，有助提升代谢，促进肠道蠕动。很多人把它当作提神饮料，甚至辅助减重的工具。听起来，咖啡旁佛是长生不老药，难怪现代人如此离不开它。然而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如果我们喝咖啡的方式不对，反而可能对健康造成反效果。有些人其实并不适合喝咖啡，对他们而言，咖啡的刺激可能使原本的健康问题雪上加霜。我们来看看是哪5种人需要特别注意，最好少喝甚至不喝咖啡。你或你的家人朋友在其中吗？第一种人，甲状腺亢进的患者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会让人体的新陈代谢处于高速状态，常常心跳加快、出汗、失眠。试想一下，一个本来就心跳很快、手心冒汗的人，再喝一杯咖啡会怎样？咖啡因可是刺激中枢神经、加速心跳的兴奋剂啊。对甲亢患者来说，咖啡因无异于火上浇油，可能引发更剧烈的心悸、血压升高，甚至诱发心律不整。刘伯仁医师就提醒，甲状腺亢进的人应避免咖啡因，以免加重代谢失调的症状。如果真的需要提神，可以选择不含咖啡因的饮品来替代。第二种人，严重骨质疏松或钙流失严重的人。不少银发族或停经后的女性担心骨质疏松，而咖啡正是骨骼的大敌之一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咖啡因有利尿作用，会增加钙质从尿液中流失。长期大量喝咖啡的人，如果钙质摄取不足，恐怕会加速骨密度流失。研究显示，每天超过3杯含咖啡因饮料的女性，髋骨骨折风险明显升高。所以本来骨头就脆的人再猛灌咖啡，等于雪上加霜，骨质流失速度可能更快。对于已经确诊骨质疏松的长者，医师建议咖啡一定要限量，最好控制在每天1杯以内，同时补充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。如果真的喜爱咖啡香味，不妨改喝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咖啡，既满足口欲，又比较不伤骨头。第3种人，胃溃疡、胃食道逆流等消化道疾病患者。有些人喜欢在吃完大餐后来杯黑咖啡解腻，但对胃不好的人来说，这习惯恐怕很危险。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，正常人喝了可能觉得肚子饿，肠胃蠕动变快，这对消化有帮助。但对于消化性溃疡患者而言，过多的胃酸会侵蚀已经受伤的胃壁或肠道，引起剧烈的灼痛，甚至让溃疡恶化出血。此外，胃食道逆流患者喝咖啡也要小心，咖啡因会使食道下括约肌松弛，简单说就是让胃酸更容易冲上食道。很多人晚上喝了咖啡，躺下就觉得烧心，那就是咖啡在作怪。刘医师特别点名，有胃溃疡或严重胃食道逆流的人，最好敬而远之咖啡，至少不要空腹饮用，也不要在睡前喝，否则可能火上浇油。如果真的嘴馋想喝，建议可以加点牛奶中和酸性，或选择低咖啡因的咖啡，并控制在小杯量。第4种人，青光眼患者。咖啡跟眼睛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咖啡因会让眼压升高，一般人偶尔喝咖啡眼压的变化不大，但对青光眼患者来说，
这点变化可能就是压垮视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有研究发现，每日摄取高剂量咖啡因且本身有眼压偏高体质的人，罹患青光眼的风险是一般人的3倍以上。甚至有报告指出，就算是无咖啡因，咖啡也会让眼压上升，或许咖啡中还有其他提高眼压的物质。所以已有青光眼或高风险族群，例如有家族史的人，要特别节制咖啡。毕竟青光眼一旦失明是不可逆的，千万别拿自己的视力开玩笑。如果真的需要提神，可以改喝茶，茶叶中的咖啡因通常较低，或其他饮品，并定期监测眼压，确保稳定。第5种人，自律神经失调或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人。有些人喝了一点咖啡就开始心跳加速、手抖冒汗，甚至出现焦虑、头痛、肠胃不适等症状，这通常就是对咖啡因敏感的表现。还有一类人属于自律神经失调，常常容易紧张、失眠，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功能紊乱。对这些人来说，咖啡因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它会刺激交感神经，使人体进入战斗或逃跑状态，心跳变快，血压上升，肠胃蠕动改变，可能诱发焦虑发作或肠躁症发作。如果你发现每次喝咖啡都不舒服，那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在抗议了。对咖啡因过度敏感的人，最好避免或严格限制咖啡摄取。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有人天生代谢咖啡因的速度慢，一杯下去，血液里的浓度维持很久，自然反应就强烈。如果真离不了咖啡香，可以尝试减少分量，延长饮用时间，或改喝低因咖啡、花草茶等替代品。健康很重要，千万不要逞强硬撑。以上5大类族群，就是最不适合喝咖啡的人。如果你自己或家人属于这些类别，真的要三思而后行，能不喝就不喝，或者征询医师意见后选择无咖啡因饮品替代。毕竟咖啡虽好，但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体质。接下来我们再谈谈喝咖啡时的禁忌搭配。就算你本身没有上述那些禁忌症，日常爱喝咖啡的人还是要注意，有3种东西绝对不能和咖啡一起入口，否则可能对健康造成大的隐患。到底是哪3样呢？你很可能也曾经踩过雷，现在赶快来看看，避免继续错下去。第一雷，咖啡加烟。许多人早上习惯一杯黑咖啡配1支烟，饭后也喜欢一边抽烟一边啜咖啡，仿佛这是绝配的享受。但其实咖啡加上香烟是最危险的致癌组合之一。根据美国一项涵盖20万人的大型研究统计，同时有抽烟习惯又每天喝咖啡的人，罹患食道癌的风险是那些不抽烟不喝咖啡者的4到5倍。为什么会这么可怕？刘伯仁医师解释了其中原因。首先，咖啡通常是热的，烫热的液体配合烟草的刺激，会对食道黏膜造成双重伤害，长期反复刺激容易引发细胞病变。更关键的是，咖啡因会促进尼古丁的代谢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喝咖啡时，体内尼古丁分解变快，导致抽烟的人很快又觉得尼古丁不够了，结果就是一根接一根抽得更多。短时间内，大量尼古丁和咖啡因一起作用，让心血管负荷加重，血压飙高，对心脏和血管都是沉重打击。所以一杯热咖啡配几支烟下肚，食道被灼伤，肺和心脏也都在超负荷运转，癌细胞和心血管疾病风险都大增。长期如此，身体迟早亮红灯。请记住，咖啡和香烟最好永远不要同时出现在你的日常习惯里。为了您的咽喉、食道、肺和心脏着想，咖啡时间请远离烟蒂。第二，雷，咖啡加酒精。有人可能会想，我不抽烟，但偶尔来点咖啡加酒，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？例如，许多人的最爱爱尔兰咖啡，就是以威士忌加入咖啡调制而成的。但事实证明，咖啡配酒也是超 NG 的组合。有位病患向刘伯仁医师分享，他习惯睡前一杯红酒，一杯咖啡，认为这样可以放松又提神，不会醉倒。可是医师一听就摇头了。咖啡因和酒精其实在体内打架，咖啡因让人兴奋清醒，酒精则让人昏沉抑制中枢神经。很多人以为喝了咖啡可以压住酒意，其实不然。咖啡因虽然暂时让你感觉没那么醉，但它减缓了肝脏分解酒精的酵素作用。也就是说，有咖啡因存在时，
你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反而会维持更高更久。这不仅让肝脏负担加重，因为肝脏要同时代谢酒精和咖啡因两种东西，还可能导致脂肪肝、肝发炎等问题。更危险的是，咖啡让大脑保持清醒，掩盖了酒醉的症状。你以为自己没事，实际上体内酒精可能已经超标。这种状态下，人反而容易饮酒过量而不自知，甚至做出危险的举动，比如酒后错以为清醒去开车，那就太可怕了。所以，不管是直接把酒加进咖啡里，还是一口酒一口咖啡地轮流喝，都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。千万别拿咖啡当解酒药，更不要迷信用咖啡提神来多喝酒，这只会让你喝下更多的酒精，对肝脏和大脑造成双重伤害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喝酒就别喝咖啡，喝咖啡就别碰酒，两者至少错开几个小时以上，给肝脏一个喘息的机会。第三，雷，咖啡加保健食品或补充维生素药物。现代人养生意识高，许多人早上喜欢空腹吃维他命、钙片、鱼油等保健食品，然后再喝杯热咖啡开始一天。听起来很正常，但你知道吗？一边吞保健品一边灌咖啡，其实等于白痴。刘医师提醒，咖啡因会加速维生素 B 群等营养素的代谢，也就是说，你辛辛苦苦吞下去的维生素还没来得及完全吸收利用，就被咖啡吹着快速从尿液跑掉了。特别是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这种水溶性营养，最怕利尿的东西，咖啡一喝等于直接把它们冲走。而铁质和钙质等矿物质则会被咖啡中的多酚类物质所干扰吸收。很多女性贫血却喜欢餐后马上来杯拿铁，结果铁剂和铁质食物通通白白浪费，怪不得贫血好不了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服用保健食品或维他命时，至少要和喝咖啡间隔1小时以上，先让营养素吸收入血，再悠哉喝咖啡，不要让昂贵的营养片随着咖啡直奔马桶。至于某些药物，医师通常也会交代不要跟咖啡同服，因为咖啡因可能影响药效或加重副作用。例如，有些人爱头痛时来杯咖啡，觉得咖啡因能止痛。其实如果你吃了止痛药再猛灌咖啡，可能导致胃出血风险更高，因为两者都刺激胃。总之，咖啡最好单独享用，不要跟药物保健食品混在一起服用，才能发挥它最好的提神效果，同时让营养物各司其职地运作。以上提到的3大雷区一定要小心避开。如果你有抽烟喝咖啡的习惯，请为了健康尽早戒除这对黄金组合。喝咖啡时更别碰酒精，聚会时想提神就改喝水吧。还有，早上起床先吞一把营养素再干咖啡下肚的朋友，也请调整顺序，否则真的是钱都白花了。避开这些 NG 组合，才能确保咖啡带给你的主要是好处，而不是坏处。说完了禁忌，现在来说好消息。喜欢咖啡的人一定很好奇，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咖啡更健康、更养生呢？答案是有的，只要在咖啡里加上一样东西，就能让它护肝抗发炎的效果加倍，堪称便宜又简单的养生妙招。我们卖个关子，想一想，咖啡加什么会更健康呢？是牛奶吗？糖吗？还是柠檬？都不是。这个秘密武器，其实很多人家里就有纯可可粉。没错，把100%无添加的纯可可粉1小时，加入一杯热腾腾的黑咖啡中，搅拌均匀。这就是营养专家大力推荐的黑咖啡加可可养生喝法，也有人称它黑加黑。如果没有可可粉，加入1-2块至少 85% 以上的黑巧克力，让它融化也可以。为什么可可粉这么神奇呢？原来可可富含可可多酚等强力抗氧化物质，搭配咖啡里的咖啡多酚，抗氧化、抗发炎效果如虎添翼。营养专家谭敦慈分享，他每天都用这种黑加黑方法喝咖啡，因为研究发现，这样做能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，还有助于降血糖、降胆固醇。也就是说，咖啡本来就对心脏和肝脏有益，加上可可等于给健康双重保护。不仅如此，可可中的多酚还被发现有保护皮肤、预防晒黑的作用，对爱美的人而言更是加分。谭敦慈营养师甚至有时会再加一点肉桂粉在咖啡里，因为肉桂有助降血脂，还能增添风味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棒？
当然，前提是要用纯正的无糖可可粉或高纯度黑巧克力，千万不要加成分一大堆的巧克力粉冲泡饮料，那反而摄入太多糖和反式脂肪就不好了。现在开始，不妨在家试试给早晨的黑咖啡来一勺可可吧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补充了满满的多酚抗氧化剂，让咖啡变成保健饮料。当然，再好的方法也要掌握度，可可咖啡也不是喝越多越好。谈营养师提醒，每天这样的黑加黑咖啡最多2杯，总量大约240毫升左右就够了。任何东西过量都可能适得其反，咖啡因摄取太多，不但让人睡不着，还可能引发心悸。可可本身也含少量咖啡因，所以还是要适可而止。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哪些人不适合，哪些地雷不能踩，以及如何提升咖啡的健康功效。最后，让我们请出专家总结一下名医刘伯仁提供的5招正确喝咖啡的方法。掌握这5个原则，让你既能安心享受咖啡的美好，又不用担心健康受损。第一招，选对时间喝咖啡。很多人早晨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煮咖啡，但其实起床后马上喝咖啡并非最佳选择。刚起床时，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浓度本来就很高，这时候喝咖啡，咖啡因可能让皮质醇分泌更旺盛，反而让你觉得特别紧绷或容易焦虑。另外，空腹喝咖啡对肠胃刺激也大，容易引起胃酸过多和不适。刘医师建议，不妨起床后先不要急着喝，可以先吃点早餐，喝杯温开水，等到大约上午10点左右再享用第一杯咖啡。此时皮质醇水平开始下降，来点咖啡因正好提神，效果更佳。不仅如此，晚上某些时间也不宜喝咖啡。咖啡因在人体内的代谢半衰期约4到6小时，意思是喝下去几小时后还有一半残留。如果你下午或傍晚还在猛灌咖啡，到了深夜脑子可能还是很清醒，导致失眠。谭敦慈营养师就分享他自己，中午过后就不碰咖啡，一般建议最晚下午2到3点后就别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了，给身体足够时间把咖啡因代谢掉，好让夜里能安稳入睡。如果实在想在晚上来杯热饮放松，可以选择无咖啡因咖啡或花草茶，千万别用咖啡当夜猫子的提神利器，不然长期睡眠不足反而抵消了咖啡带来的种种健康好处。第二招，控制咖啡的摄取量，凡事过犹不及，咖啡也是一样，适量饮用能防病，过量反而伤身。那到底什么叫适量呢？营养师曾怡君建议，一般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取量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，400毫克大约相当于4杯中杯美式咖啡的咖啡因含量。当然每种咖啡因含量略有不同，例如一杯浓缩咖啡约有70到80毫克，一杯手冲美式大约100到150毫克，一杯拿铁因为加了牛奶，咖啡量少一点，可能在100毫克左右。总之，一天3到4杯咖啡是上限，而孕妇、心血管疾病患者可能要再减半，尽量不超过200毫克，因为胎儿对咖啡因更敏感，高血压患者也需严格控量。曾营养师提醒，虽然国际建议400毫克以内算安全范围，但并不表示你一定要喝到这么多。有些人对咖啡因耐受度低，可能喝一杯就觉得很多症状，那对你来说一杯就是上限了。重要的是观察自己的反应，量力而为。另外要注意，咖啡因不只存在于咖啡、茶、巧克力、可乐，能量饮料也都有。别早上2杯拿铁，下午几罐绿茶、可乐，结果咖啡因叠加起来超标还不自知。总之，控量是关键，长期下来你会发现少喝一点反而更能细细品味咖啡的香醇呢。第3招，尽量喝纯咖啡，避免不必要的添加物。纯咖啡本身其实是很健康的饮品，但很多人喝的咖啡早已变了样，加了大量的糖浆、鲜奶油、人工奶精，热量和不良成分爆表。名医特别提醒，3合1即溶咖啡并不是良好的咖啡选择。3合1包装里面含有大量的糖和植脂末奶精，长期饮用不但没有咖啡原有的保健效果，反而因为摄入过多糖分和反式脂肪，提高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的风险。想要喝的健康，最好养成喝黑咖啡的习惯。不加糖不加奶精的黑咖啡，才能保证你获得咖啡里的有益成分，如绿原酸、咖啡因本身的好处，而不会被额外的热量和反式脂肪所拖累。有人不习惯黑咖啡的苦味，怎么办呢？
你可以选择加一点点纯牛奶或燕麦奶调和，但也请避免加太多糖。利用香料也是方法，例如前面提到的肉桂粉，或者在研磨咖啡时加入1-2颗豆蔻、1小片香草荚，都能增添香气而无需额外糖分。慢慢训练自己的味蕾，习惯咖啡原本的风味。其实很多精品咖啡豆本身带有自然的花果香与甘甜，细细品味会发现黑咖啡也有迷人之处。一旦你戒掉了糖和奶精，可能再回头喝含糖拿铁时会觉得过于甜腻呢。总之，咖啡加的东西越少越好，想调整口味就加健康的天然的配料，而不是一堆人工添加。第4招，选对咖啡种类和冲泡方式。你知道吗？咖啡的健康效益还受到咖啡豆烘焙程度和冲泡方式的影响。首先是咖啡豆的烘焙，刘伯仁医师和营养专家都建议尽量选择浅焙咖啡豆。深度烘焙虽然口味苦醇，但温度越高，时间越长，会产生一些对健康不利的物质。例如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可能致癌物的丙烯酰胺就存在于深烘咖啡豆中。浅烘焙咖啡豆不仅保留了更多咖啡原本的风味酸香，也相对含较少的有害物质。虽然浅焙豆咖啡因含量可能稍高一点，但只要适量饮用影响不大。接下来是冲泡方式。有研究指出，使用法式滤压壶、土耳其煮法，那种不使用滤纸的煮法，咖啡中的油脂包含一种叫咖啡醇的物质会比较多，而咖啡醇摄取过量可能让血液中的胆固醇上升。之前曾有人惊讶于自己天天喝黑咖啡却胆固醇高，原因就可能出在煮法上。解决方法也不是叫你不喝，而是改用有滤纸的手冲或咖啡机。滤纸能过滤掉大部分的油脂和细微颗粒，让咖啡更干净也更健康。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，相比不过滤的煮法，用滤纸滤过的咖啡明显与较低的心血管病风险相关。当然，如果你只是偶尔喝一杯浓郁的摩卡壶咖啡，也不必过度恐慌胆固醇问题。重点是长期习惯上可考虑改良。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咖啡温度，冲泡好的咖啡不要急着烫入口，一般建议稍微放凉到摄氏65度以下再喝。因为经常饮用超过65度的滚烫饮品，无论是咖啡、茶或粥汤，都会增加食道癌风险。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就明确指出，超热饮品为可能的人类致癌物，所以泡好的咖啡先放一放，等待片刻再饮用，既不会烫舌头，也更安全。第5招，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因人而异。喝咖啡，再多的一般准则，都敌不过你的身体给你的反馈。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千差万别，有人睡前喝浓缩也呼呼大睡，有人下午碰一口，晚上就失眠。倾听身体的讯号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发现喝咖啡后心悸难耐、彻夜难眠，那就算再喜欢，也请减量或提前很多时间饮用，甚至考虑戒咖啡。特别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不宜喝咖啡的族群，例如骨质疏松、高眼压、甲亢等等患者，以及孕妇和青少年儿童，都应该谨慎看待咖啡因。孕妇每日咖啡因摄入建议不超过200毫克，大约是一杯中杯美式。孩童青少年处于生长期，过多咖啡因除了影响睡眠与专注，还可能因为干扰钙质吸收影响发育。因此未满18岁的青少年不建议养成喝咖啡的习惯。像谭敦慈营养师自己就规定，孩子上大学后才允许适量喝咖啡。另外，如果你本身有慢性疾病，例如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焦虑症等，平时又离不开咖啡，建议定期向医师咨询，关注咖啡因对你病情的影响。可以的话，选择低咖啡因咖啡或小杯量，避免让咖啡因干扰你的病情控制。总而言之，因人制宜是关键，千万别看到咖啡对某某好处多，就忽视了自己的特殊情况。学会观察自己的身体，调整喝咖啡的习惯，才能真正做到享受健康两不误。好了，今天的信息量是不是很大呢？总结一下，咖啡本身有很多健康益处，能防癌、护肝、降糖、提神，简直是现代人的救命仙丹，但并非人人适合。大量皆宜5种高风险族群，喝咖啡要特别小心，否则可能恶化疾病。喝咖啡时有3大禁忌，组合绝对要避免，像是烟酒、喝咖啡同时下肚，简直是在跟身体讨债。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学到了让咖啡更健康的小撇步，例如加1勺可可粉提升抗氧化力，以及遵循名医教的5个正确喝法，选对时间，适量节制，尽量纯饮，讲究冲泡方法，并注意温度，还有依照自身情况调整。做到这些，你就等于是拿到了咖啡的使用说明书，能把咖啡的好处发挥到最大，同时把潜在的坏处降到最低。最后要强调的是，咖啡虽好，可不要贪杯，毕竟健康是一辈子的功课，我们应该聪明地享受咖啡，在对的时间，以对的方式品尝那一杯香醇，感受咖啡带来的活力与愉悦，同时也要避开误区与地雷，不要让一时的痛快埋下长远的隐忧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所有爱咖啡的朋友更安心地享用咖啡。如果觉得有用，也欢迎分享给身边视咖啡如命的亲友们，让大家一起喝得开心，喝得健康。祝各位都能成为聪明饮咖啡的人，享受每一口咖啡香的同时，收获健康加分。现在就去为自己煮一杯真正属于你的完美咖啡吧。